又是一个凌晨1点半，你放下手机，眼睛酸涩的像泡了一夜的海水，脑子却清醒的可怕。你翻了个身，又翻了个身，你拼命告诉自己，赶紧睡，再不睡明天就废了。可越是催自己，越是清醒，越是清醒，心里越慌。你摸起手机想看一眼时间，结果鬼使神差的又刷了起来。等你再抬起头，窗外已经泛起鱼肚白，你长叹一口气，完了，又熬了一夜。这样的画面你熟悉吗？我相信太熟悉了。这不是矫情，这是这个时代最普遍的流行病。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正在被睡眠障碍纠缠，在全球范围内，每3个人里就有1个长期睡眠不足。而我们亲手抛弃的那个东西，恰恰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超级产品，它的名字叫睡眠。如果你也经常熬夜，被失眠困扰，先点个赞，再点个关注，这期内容值得你看到最后。说到睡眠，你可能会不屑一顾，它算什么产品？它又不赚钱。但我告诉你，它才是当之无愧的统治级王者，人手1份，免费安装，终身陪伴。从远古到现代，它统治了地球数亿年，市场占有率曾经接近100%。什么苹果，什么特斯拉，在它面前全都算后辈。可如今，这个王者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跌落神坛。有人主动戒掉它，有人被迫失去它，有人公开鄙视它，说睡觉是弱者才需要的事情。整个时代仿佛都在和睡眠为敌。人们甚至开始认真讨论人类是不是真的可以告别睡眠。如果我告诉你，连续剥夺睡眠100个小时，一个人的大脑会经历什么？他会疯掉吗？他会死掉吗？那些被他亲手扔掉的夜晚，会不会在某个暗处向他索命？今天我们就来做一场绝不轻松的极限推演，去搞清楚人类为什么要睡觉，以及这个正在崩塌的帝国背后到底藏着多少商业真相和时代隐喻。好，让我们把时间拉回1万年前。那时候没有电，没有灯，没有短视频，夜晚是真正意义上的死寂。太阳一落山，人类就只剩下一个选择：睡觉。为什么？因为在那个年代，睡觉是生存，不是享受。你想象一下，在一片危机四伏的草原上，一只失眠的羚羊，第2天大概率会变成狮子的盘中餐。一个精神涣散的原始人，可能让整个部落陷入灭顶之灾。睡眠就是那根最基础的保险丝，进化用千万年的时间，为我们打磨出了一套极度精密的修复系统。这就是人类必须睡觉的底层逻辑。它不是生活习惯，它是写在基因里的生死线。那科学界到底是怎么解释人类为什么要睡觉呢？目前主流的研究给出了4个核心答案。第一，能量修复。白天你的大脑在高速运转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大脑的重量只占全身的2%，但它消耗的能量却要占到全身的20%，它太累了。到了夜晚，身体必须停机充电维护，你不给它充电，它就会从你身上偷零件。第二，记忆巩固。白天你学到的东西，经历的事情，会在睡眠中被大脑重新回放，就像电脑把临时文件正式归档进硬盘。睡得好，记得牢；睡不好，记忆就是一团乱麻。很多学生熬夜背书，以为自己很努力，其实那恰恰是最低效的学习方式。第三，大脑清洁。这一点是最震撼我的。2012年，科学家发现了一套神奇的机制，叫类淋巴系统。原来你的大脑白天会产生大量代谢垃圾，其中就包括那个臭名昭著的淀粉样蛋白。这玩意儿是阿尔茨海默症的重要元凶。可怕的是，这些垃圾只有在深度睡眠时才会被脑脊液像高压水枪一样冲刷干净。换句话说，你熬的每一个夜都是在往自己的大脑里倒垃圾。第四，情绪调节。睡眠不足的人情绪为什么容易失控？
因为管理理智的前额叶皮层已经断电了，而掌管恐惧和焦虑的杏仁核却在狂欢。一边是理智瘫痪，一边是情绪暴走，不崩溃才怪。所以你看，睡觉哪里是懒惰？睡觉是大脑雷打不动的自动大扫除，它不要钱，不要命，只需要你老老实实闭眼8小时，这份契约公平得让人落泪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，睡眠一直是人类最珍贵的硬通货。古人说：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”中医讲究睡好子午觉，胜过吃补药。莎士比亚说：“睡眠是大自然最温柔的保姆，是生命宴席上最滋补的珍重。”那是一个睡觉被尊重、熬夜被嘲笑的年代。睡眠真正的高光时刻出现在1886年。那一年，美国芝加哥爆发了一场载入史册的工人运动。工人们走上街头，喊出了那句震撼世界的口号：8小时工作，8小时休息，8小时睡眠。那是无数工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权利。睡觉第一次被郑重地写进了社会契约。那一刻，睡眠就是硬通货，它是光荣，是尊严，是文明社会的底线。到了1953年，芝加哥大学的科学家发现了快速眼动睡眠。人类第一次知道，原来睡着之后，眼球还会偷偷转动。原来梦境深处还藏着一个热闹非凡的世界。那一年的科学界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，睡眠被再次推上神坛，科学家们趋之若鹜，全人类顶礼膜拜。那是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。可惜，黄金时代往往都不长远，因为时代的风已经悄悄转向了互联网来了。城市彻底变成了不夜城睡眠，开始暴露出它那反人性的致命缺陷。第一个致命伤，它太慢了，睡一觉起码要8个小时，8个小时啊，那可是人生整整的1/3。在这个把效率奉为圣经的时代，8个小时的空转就是原罪。老板觉得你睡觉的时候正在错失机会，你自己也觉得睡觉的时候就是在浪费生命，你舍不得睡，更不敢睡。于是，一代又一代的现代人开始主动向睡眠开枪。第二个致命伤，它太脆了，一次加班，一次失恋，一条深夜的朋友圈就能毁掉它。你明明累到骨头都快散架了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你越逼自己，越清醒，越清醒越慌张。你躺在黑暗里，像一条搁浅在沙滩上的鱼，大口地喘着气，那种无助感像潮水一样把整个人吞没。只有真正失眠过的人才懂得那份绝望。第三个致命伤，它太不性感了。你仔细想想，有谁晒过自己熟睡的照片吗？几乎没有人，但你一定见过有人晒凌晨4点的加班打卡早起。是自律，晚睡是自由，熟睡反而成了浪费。这种反向的价值排序正在我们的文化里疯狂扎根。有人炫耀我每天只睡4个小时，有人坚信真正的成功人士都不爱睡觉。睡眠变成了一个被嫌弃的老古董，他曾经是慷慨的国王，如今却沦落成了墙角里那个落满灰尘的吃灰神器。更可怕的是，我们亲手埋下的这颗雷，最后会以最残酷的方式引爆在自己身上。现在，让我们正式进入今晚的重头戏——睡眠剥夺100小时，极限推演正式开始。第一个24小时，你觉得自己还行，只是有点累，有点困，于是你喝了一杯咖啡，又喝了一杯咖啡，你以为扛得过去，但你的大脑已经开始背着你搞小动作了。科学研究告诉我们，连续清醒17个小时之后，你的反应速度已经相当于血液酒精浓度0.05%。什么概念？就是醉驾。你熬个夜再开车上路，你的反应力和一个喝了酒的人没本质区别。到了第24个小时，你的注意力开始断崖式下滑。你盯着电脑屏幕，大脑却像塞满了湿棉花。你会频繁地愣神，你以为
那是在发呆，不，那是微睡眠。你大脑里某些区域的神经元已经强行离线，每次1到2秒，在这1-2秒里，你对外界是彻底失联的。如果这时候你正在开车，这1-2秒就是一个惨烈的事故。连续清醒48小时，事情开始变得诡异。你的免疫力正在断崖式崩溃。你的身体里原本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巡逻队，叫自然杀伤细胞，它是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。研究证实，只要1个晚上睡不好，这支巡逻队的战斗力就会锐减70%。连续2晚不睡，你的身体基本就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，感冒病毒、炎症因子全都开始蠢蠢欲动。你的脸肉眼可见的垮掉、暗沉发黄，眼袋浮肿的像注了水。你的情绪进入全面失控的状态，你会为了一点芝麻大的小事突然暴怒，又会毫无征兆的崩溃大哭。更恐怖的是，你开始出现幻觉，余光扫过墙角，好像有一团黑影，猛地定睛去看，又什么都没有。你别以为见鬼了，是你的大脑已经开始分不清现实和幻觉的边界了。连续清醒72小时，恭喜你，你正式跌入了半梦半醒的深渊。你能听见声音，却分不清它到底来自哪里；你能看到东西，却无法判断那是真实还是幻象。你的逻辑、你的理性、你的判断力已经全线瘫痪。负责理智的前额叶皮层像一间彻底停电的控制室，负责情绪的杏仁核却在疯狂嘶吼。这场大脑内部的政变会让一个再温和的人变得多疑、偏执，甚至充满攻击性。历史上最著名的案例是1964年的美国高中生兰迪，他才17岁，为了配合科学实验，连续清醒了整整264个小时，也就是11天。到了第3天，他已经开始语无伦次。到了第4天，他把街边的路牌看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。到了实验后期，他坚信医护人员想要害他。一个阳光男孩硬生生被剥夺睡眠，变成了严重的被迫害妄想症患者。你注意到了吗？人类历史上无数惨绝人寰的酷刑，最折磨人的手段之一就是不让你睡觉。为什么？因为剥夺睡眠能在短短几天之内摧毁一个人最核心的人格与尊严。这就是睡眠被剥夺后的真相。你以为你只是在熬个夜，实际上你是在亲手拆毁自己精神世界的地基。连续清醒96小时，逼近100个小时，你的身体已经进入最后的疯狂。大脑像一台过热的服务器，风扇狂转，随时可能宕机。你的压力激素、皮质醇持续飙升，血压升高，血糖紊乱，心律失常。心脏像一台失去润滑的旧马达，发出令人牙酸的空转声。你可能会突然大笑，又突然痛哭。你分不清眼前的人究竟是真实存在的，还是大脑虚构出来的幻影。你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到底还活着没有。而最讽刺的是，就算你苦苦撑到了第100个小时，你也赢不了这场战争，因为你的身体会用一种强制关机的方式终结一切。哪怕你睁着眼睛，哪怕你拼命抵抗，你的大脑也绝不会再听命于你。它会像一记闷棍，狠狠砸下来，把你强行拖入睡眠。你瞬间失去意识，像一只断了线的木偶。这就是人体的终极制裁。所以永远不要妄想战胜睡眠。睡眠从来就不是用来战胜的，它是你悬在万丈深渊边上最后一根救命的绳子。你亲手砍断它，就是在主动向深渊张开怀抱。我知道看到这里一定有人不服气，他们会说，我每天只睡5-6小时，不也活得好好的。说这话的朋友，请你一定要听清楚，你很可能正掉进一个最可怕的认知陷阱。这个陷阱叫幸存者偏差。你只看到那些功成名就的精英标榜自己每天只睡4-5个小时，
马斯克说自己经常通宵，特朗普说自己一天只睡4个小时。于是，无数普通人把这些传奇故事当成了熬夜的免死金牌。可真相是，这些大佬属于基因层面的天赋选手。这个世界上，天生只需要4-5个小时睡眠就能满血复活的人，凤毛麟角，大约只占总人口的1%。而剩下99%的我们，是在用明天的健康换今天的效率。这笔账不会立刻显形，它会在10年后、20年后，以疾病的方式，连本带利的找上门来。哈佛大学做过一个著名实验，研究者让一群志愿者连续10天，每晚只睡6小时，然后给他们整整3天的恢复期，让他们放开睡。你猜怎么着？3天之后，这些人的认知能力依然没有恢复到实验前的水平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睡眠债不是你想还就能还得上的。它就像信用卡的最低还款，你每个月只还一点点欠款，却像滚雪球一样，越滚越大。总有一天，身体会要求你一次性结清，而到了那时，你要支付的可能就是你的健康，甚至你的寿命。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不规律的轮班工作列入了可能致癌的因素，这绝不是危言耸听。请记住，熬夜是一笔稳亏不赚的生意，你熬掉的每一个夜晚都早就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那么，如果我们退回商业的视角，我们不禁要问：到底是谁打败了睡眠？是手机吗？不全是。真正打败睡眠的是一整个时代精心设计的商业逻辑。让我为你盘点一下那些跨界而来的降维打击者。第一位刺客，智能手机。它最可怕的地方是把你的卧室变成了一座永不打烊的游乐场。短视频、直播、游戏、小说、购物，每一个 APP 背后都有一支庞大的团队在精心设计你的多巴胺，一条接一条，永远新鲜，永远刺激。而睡眠是什么？它慢，它安静，它没有进度条，它不给你及时的反馈，不给你上瘾的刺激。在这个及时满足横行的年代，睡眠这种需要耐心见证的东西，注定打不过屏幕里的花花世界。你每天最享受的时刻是躺下之后刷手机的那1小时，可恰恰是那段愉快偷走了你最珍贵的睡眠。第二位刺客，深夜经济。以前过了12点，整个城市就安静了。现在呢，凌晨2点，外卖小哥还在街头飞奔；凌晨3点，直播间的主播还在激情喊卖；凌晨4点，24小时便利店还亮着温暖的灯光。深夜经济用无孔不入的服务填满了所有不眠的夜晚。它一遍又一遍地暗示你，夜晚不是用来睡的，夜晚是用来享受的。第三位刺客是效率崇拜。我们活在一个把忙碌当美德，把休息当羞辱的时代。你不敢停下来，不敢承认自己累了，因为所有人都在奔跑，你一旦停下，就会被远远地甩在身后。于是，睡觉成了效率最大的死敌，成了你人生里最后一个可以被牺牲的选项。这3股力量合谋完成了一场对睡眠的完美围剿。但最扎心的其实不是手机，也不是外卖，是那个藏在深夜里的不肯睡去的你，你知道吗？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报复性熬夜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白天的时间被工作、被家庭、被各种社会角色撕扯得粉碎，你像一颗身不由己的棋子，被无数只手拨来拨去。只有到了深夜，所有人都睡着了，你才终于变回了你自己。你舍不得睡，你拼命地刷手机，拼命地抓住这段时间，因为你知道眼睛一闭再一睁，又开始那个令人窒息的白天。你从睡眠那里抢来的这几个小时，是这一天里唯一真正属于你的时刻。于是你宁可预知明天的健康，也要兑换此刻片刻的自由。
这就是报复性熬夜的全部真相。你以为你在对抗睡眠，说到底，你是在对抗那个白天身不由己的自己。而睡眠只是这场无声战争里最无辜的牺牲品，这里头还藏着一个更深的消费心理学真相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一边熬着最狠的夜，一边买着最贵的助眠产品褪黑素、睡眠喷雾、助眠香薰、蒸汽眼罩、人体工学枕、智能乳胶床垫，我们买这些东西到底买的是什么？是对美好生活的想象。你想象着买下这个3000块的枕头就能换来安稳的睡眠，你幻想着吃掉这款爆火的助眠软糖就能告别失眠的折磨。可你实际的行为是什么？一边吃着褪黑素，一边刷手机到凌晨2点。你买的从来不是睡眠，你买的是一个宽慰自己的幻觉。消费主义最擅长的一件事儿，就是先把你的生活搅得稀烂，再笑眯眯地把修复工具卖给你。他一手制造了熬夜的狂欢，一手催生了助眠的狂热。这看起来是一笔完美的闭环生意。但如果你静下心来想一想，那个最有效的助眠良药其实一直都存在，而且它一直是免费的。它叫放下手机，它叫早点睡觉，它叫睡前那1个小时主动切断和世界连接的全部欲望。可惜我们偏偏视而不见，非要绕一个大圈儿，花大价钱去买一个自欺欺人的心理安慰。不过商业世界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它永远不放过任何一片废墟。睡眠这头曾经的巨兽虽然倒下了，但它的尸体上正在长出一片崭新的森林。睡眠经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野蛮生长。数据显示，中国的睡眠经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4000亿元。有机构预测，未来几年这个数字将直逼万亿。你发现没有？这门重新起飞的生意正在朝着2个完全相反的极端狂奔而去。第一个极端是极度垂直细分，睡眠被拆解成了无数个细小的碎片枕头，分出了护颈枕、助眠枕、恒温枕；眼罩分出了遮光眼罩、冰丝眼罩、石墨烯眼罩；床垫开始比拼软硬度、支撑性、智能温控；白噪音软件、助眠音频、哄睡直播一个比一个精细，甚至催生了哄睡师这个新职业。据说资深的助眠主播时薪可以高达数百上千元，他们用轻柔的嗓音、沙沙的雨声陪伴一个个在深夜里流浪的灵魂。这些产品主打单人化、高颜值、小确幸，每一个都在温柔地向你承诺：别怕，有我在，你今晚一定能睡个好觉。第二个极端是极度高端专业，睡眠正在从玄学术语变成一门严肃的科学。睡眠实验室、睡眠专科门诊、认知行为疗法、家用呼吸机、睡眠基因检测，失眠被正式纳入需要治疗的疾病范畴。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花大价钱请专业的医生重新教自己学会睡觉，甚至连当年那个偷走你睡眠的手机都已经回头了。苹果手表开始记录你的睡眠结构，华为手环开始温柔地提醒你该睡了，各种 APP 都陆续推出了夜间模式和睡眠模式。你看明白了吗？这就是商业的终极智慧，打不过就加入。既然偷走睡眠能赚走你的时间，那我就转型，帮你找回睡眠，然后再从你手里赚走你的金钱。历史的剧本从来都是如此，被颠覆的行业不会彻底消失，它只是换了一件衣服，换了一条赛道，重新站到了风口上。现在让我们把镜头拉得更高一些，俯瞰整个时代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睡眠的这场大起大落其实就是人类文明加速狂奔的缩影。100多年前，爱迪生发明了电灯，那一束光不仅照亮了黑夜，更终结了人类千万年来日落而息的古老秩序。从此夜晚不再属于休息，它属于工厂，属于流水线，属于永不停歇的现代机器。
后来互联网来了，那束光从路灯变成了手机屏幕，它又一次压缩了睡眠的领地。我们把会议开到了深夜，把欲望延长到了凌晨，整个社会变成了一台24小时连轴转的庞然大物。而睡眠恰恰是这台机器最想甩掉的零件，因为它太慢、太安静、太没有产出价值。可人类始终没有意识到，睡眠才是这台机器唯一需要的保养时间。机器可以连轴转，但人不行，这是我们和冰冷机器之间最根本的区别。对了，还有一个数据很值得玩味。根据权威机构的测算，仅仅是睡眠不足，每年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损失就高达4000多亿美元。日本损失1300多亿，德国损失600亿。你看，我们以为熬夜是在拼命赚钱，可事实上，整个社会都在为熬夜付出惊人的成本。这笔账几乎没有人算过。更讽刺的是，那个被我们抛弃的睡眠，正在用另一种方式滋养着整个社会。睡眠科学的研究成果正在反哺前沿医学类淋巴系统的发现，为阿尔茨海默症的治疗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。梦境研究正在推动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的发展，睡眠监测技术正在催生一个庞大的医疗健康生态，连程序员们最熟悉的系统重启都带着睡眠的影子。你看，哪怕跌落了神坛，睡眠依然在向外溢出它的技术价值。它用自己的原理向这个狂飙突进的时代发出了一句最清醒的提醒：修复比冲刺更重要，停机比运行时更聪明。这句话也许是这个时代最反主流也最值钱的一课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让我们回到那个失眠的深夜。你放下手机，关掉灯，黑暗像一床温柔的棉被缓缓落下来。你还记得小时候吗？那个一沾枕头就沉沉睡去的你，母亲坐在床边轻轻拍着你的背，哼着不成调的歌，你闻得到被子上晒过太阳的味道。那时候睡觉不是任务，不是比赛，它是一种踏踏实实的幸福。你不需要担心明天的绩效，不需要焦虑下个月的房贷，你只需要闭上眼睛，放心地把自己交给夜晚，而那个夜晚也一定会稳稳地接住你。那时候的你和夜晚之间是100%的信任。可是现在我们和夜晚的关系变得太紧张了，我们总是带着心事入睡，又带着倦意醒来。我们发明了太多东西，却弄丢了对黑暗最基本的安心。我们花大价钱买床垫、买眼罩、买各种助眠黑科技，却忘了睡眠从来不需要这些身外之物，它需要的只是你一句温柔的话：今晚我好好休息。说到底，商业的本质是效率，但生活的本质是节奏。你可以靠熬夜换来短暂的高效，但那份高效正在悄悄偷走你的感受力、你的创造力、你的免疫力，还有你对明天最朴素的期待。我们拼了命的熬夜，不过是想把生活抢回来，可抢回来的那一点点时间正在透支生活本身。睡眠从来都不是你的敌人，它从来都不是。它是那个在门口等你一整天的老朋友，它不急不催也不怪你，它只是安静地等在那里，把世间最安稳的黑暗，把一天所有的不安与焦灼都温柔地接住。你只要敢闭上眼睛，它就能陪你稳稳地走到天亮。最后，我想问屏幕前的你，你上一次不设闹钟一觉睡到自然醒是什么时候？你现在的平均睡眠是几个小时？把你的答案打在评论区，你的回答就是你最近这段时间生活状态最诚实的答卷。如果你也想告别熬夜，重新掌控睡眠，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经历。喜欢这条视频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再点个关注，我会继续带来更多商业与人性真相。我们下期见。